哇，指甲好长啊！来剪一剪。啊，指甲流血了。Oh no！ 别急，别紧张，只要一张卫生纸，正确的按压止血，就可以解决80%的流血。至于剩下的20%怎么办？有些多年养鸟的朋友也不一定知道的止血技巧和秘密，让我来报你知。鸟的动作怪怪的，抓出来看看吧。哇，指甲也太长了，对不起，我来帮你修剪指甲。啊，流血了！血，流血了！快来人啊！啊，没有人，赶快去找止血的东西吧。怎么都没有？没有。卫生纸，先拿来顶一下吧。是不是很有即视感？是不是也发生过在你的身上？如果没有，那你会怕同样场景也发生在你身上吗？只要你今天看过我的影片后，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方式，日后剪指甲不小心流血的话，你也不怕心里没有谱而手忙脚乱。记得第一次剪鸟指甲的时候，只是觉得鸟指甲太长，没想太多，拿指甲剪就直接剪了，有流血，但我拿卫生纸擦干就止血了，以为就是这么简单。等到翻车的时候，卫生纸无法完全止血，搞到整个笼子都很像命案现场，血迹斑斑。因为流血没有止住，鸟放回笼子，走到哪里，血滴到哪里，就这样。幸好最后还是止血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刷的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都市鸟事节目。后来为了克服这问题，努力上网找资料，去鸟店问问老板。当然，老板都很热心解说，讲得很热血激昂，我听的却是母煞煞，因为经验和经历不同，理解还是有限。转而问问鸟友，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需要剪指甲这件事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鸟友是知道的，但是怕被咬，或是怕剪到血管，怕没有人力处理，干脆就放弃不剪，或是请有经验的鸟友来帮忙剪指甲。在我多次的实际操作后，才知道网络资料和口述讲的还是有落差。后来也是做中学，学中做，也去观摩别的鸟友是怎样操作的，一点一滴就把这技术学起来了。我就把这技术整理出来，让有心想学的人可以有个参考资料。注意须知，本影片只适用在剪指甲流血项目，其他部分流血的话，请找兽医师。影片内容为个人实际经验分享，提供给有需要的鸟友参考。当你剪指甲不小心流血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想再次发生手忙脚乱的话，这是我们需要准备的剪指甲和止血器材。
可以把这部分截图保留。日后你需要帮鸟宝剪指甲的话，也必须准备一份，以防万一。准备的器材有指甲剪，宠物用的和人用的我都有准备。我的秘技网格片，在剪指甲影片里面有提到，方便你单人操作使用，或是鸟宝紧张时可以使用的。捞网，方便快速有效抓到鸟宝，怕被咬的也能抓鸟。卫生纸，没错，非常重要的道具，在初步止血起到了重要的关键。线香、粗铁线，线香和粗铁线都是用来烫焦伤口处用的。一杯沙子 ，Good， 一杯沙子是用来擦至点燃的线香，或是烧红的粗铁线，不然这两种东西随便摆放，很容易烫伤人的。喷火枪，点燃线香或烧红粗铁线的。注意，操作剪指甲前，需把剪刀用酒精消毒，避免感染。当你不小心剪到指甲血管的时候，心别急，手别慌，先听我说。一，只要拿卫生纸加压止血，有 80% 的几率可以止住血或降低流血速度。卫生纸加压止血操作手法：按压伤口处，抓住鸟趾，用卫生纸压住伤口处。如果血量不大，可以让鸟宝自己抓住，也是可以的。大约30秒到60秒。移开卫生纸后，如果血止住了，恭喜，是渗血，点到些微的血管，可以涂抹外伤药膏即可。我们是一个专注业务系统教学、鸟舍管理和繁殖复育讨论的地方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日后的更新了。2. 流血不止的伤口处理。假如你有止血粉，可以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涂抹止血粉，按压止血即可，或是选用我的烫焦伤口方法。鸟指甲是没有神经的，是感觉不到痛，请不用太担心。在烫焦伤口前，一定要用卫生纸加压止血后，移开伤口处，直到可以维持3到5秒未有血液渗出即可。也许要重复好几次的卫生纸加压止血，趁未有血液渗出，用点燃的线香，使用燃烧处碰触伤口。此时口中一定要边吹气，一来让燃烧温度升高，烫焦伤口效率比较好；二来靠近鸟爪时，也因为吹气关系，让鸟爪感受不到线香靠近的温热感而紧张踢爪。可以用小技巧网格片，先靠住鸟爪，避免紧张踢爪，去碰触到线香而烫伤。假如买不到线香，可以用粗铁线代替，用喷火枪烧红后，使用方法和线香一样，小心烫到鸟宝和自己的手。隔天可以抓出鸟宝，检查烫焦的伤口，很好，简直完美。恭喜各位，又为鸟宝的健康安全又学会一招啦！相信日后的日子里，你都能派上用场。建议在剪指甲前，先复习一下剪指甲这部影片或是本影片，
加强印象，然后我们切换那告别往日手忙脚乱的那个你。欢迎在底下留言，与我分享你的鸟宝或是你的鸟问题，我都会回复你的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我要飞哦！来，我要飞，这是谁呀？